马铃薯和金针菇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来和大家分享去餐厅很常必点的一道料理——豆酥鳕鱼。我最喜欢吃上面的豆酥，它很香很下饭。这次来分享不会太复杂的豆酥做法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sing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金针菇和马铃薯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20克的黄豆，用热水泡软，热水加大约黄豆5倍的量。放了热水泡黄豆的时候，记得盖一个锅盖上去，这样子热气才会在里面。这我已经泡了2小时，都已经泡开了。现在把水分沥出来，再用过滤水清洗一下。黄豆用过滤水洗干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一个烤盘，放上铝箔纸，如果没有烤箱，可以用气炸的方式来烤干黄豆。把黄豆放到烤盘上，铺整齐。可以拿去烤箱烤了。上下火设定190度，时间设定10分钟。每一台烤箱不一样，先设定10分钟，再看看状况。准备1颗马铃薯，这颗大约是200克的重量。把马铃薯削皮，切成片状。这次用马铃薯来作为素鳕鱼的主要食材，白色的马铃薯会跟鳕鱼的颜色很像，所以最适合了。把马铃薯放入耐热的盘中，准备拿去蒸。外锅放1杯水，来蒸马铃薯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马铃薯在蒸的时候，来准备1/3包的金针菇。我有先用水冲洗一下，现在来把根部切掉，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，不要把金针菇切成小段状。金针菇细细的纤维口感可以模仿鱼肉，所以做素鳕鱼，金针菇绝对不能少。把金针菇放入大碗中，马铃薯蒸熟了，把马铃薯压成泥。马铃薯都压成泥状了，可以了。把马铃薯泥放入大碗中，跟金针菇一起。盐半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1茶匙香油，1茶匙龙舌兰蜜。先把这些食材搅拌均匀，等下再来加粉类。搅拌到现在，所有食材和调味料都融合在一起了。现在放入2汤匙的小麦淀粉。小麦淀粉是纯素的，因为小麦淀粉的筋性高，不能放太多进来，口感会变得很扎实。素鳕鱼口感就是要比较软一点点的，所以我都习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加。今天的量可以一开始就先加2汤匙进来，再来慢慢视情况的增加。马铃薯的湿度因为每一次都不同，所以呢，记得还是慢慢加小麦淀粉会比较好。很多人问我小麦淀粉是不是全素的？没有错，它是植物性蛋白质，是全素的，可以在烘焙材料行买得到。小麦淀粉和所有的食材都拌匀了，可以了。准备1片海苔，把海苔剪成大约1公分的宽度。做素鳕鱼之前，先在盘子上放上1层油。我们的馅料可以做2个，给它分一半取出来。
手沾点油，然后给它塑形成椭圆形。手上有油，塑形就不会粘在手上。接着粘上海苔，再用另外一条给它糊下去。完成了一片，再来做第二片。我曾经吃过餐厅里面的素鳕鱼，中间有一个甘蔗的充当骨头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省略，新鲜甘蔗不是那么好买，而且很硬，切的时候也有点难度，所以我就没有做骨头的部分了。素鳕鱼做好了，先来拿去煎。锅内放入适量的油，把素鱼放入锅内，先让素鳕鱼在里面煎成焦黄色，让它定型。煎的时候可以翻开来看看，如果已经焦黄色，可以翻面。再继续让它煎。素鳕鱼已经煎成焦黄色了，可以关火起锅。盛盘。我们的黄豆烤好了。表面有点裂痕，都烤干了。现在来做豆酥，把烤好的黄豆放入食物调理机里面，1汤匙酱油，3汤匙葡萄籽油，这是日本黑糖块，大约10克。用黑糖做豆酥，颜色会很漂亮。盐半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。可以来打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可以来拿去炒了。用回原锅，锅内再加入少许的油，把刚刚打好的豆酥放进来炒香。就像这样不停的来回翻炒，用中小火。我大概炒了10分钟，可以感觉到越炒越轻，现在也比较干了。然后刚刚试了一下味道，觉得可以再加点盐巴，咸度就依个人喜好。继续翻炒。大概再炒了3分钟左右，可以闻到浓浓的豆香味。我们的豆酥炒好了，很酥香了。关火起锅。来试吃素豆素鳕鱼。刚刚在拍的时候夹起来，觉得好松软哦，很像真的鱼肉，吃吃看。很松软，可以咬到金针菇一丝一丝的，然后豆香会很香。这样子简易版的豆酥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，而且又好香哦。好好吃。粉粉脆脆的豆酥实在太好吃了。豆酥的
那个分量有多一些，那剩下的就可以拿来拌饭吃或者拌面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好啦，大家如果有食材的话呢，一定要试做看看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我等下去装点饭来吃，太香了。